运球就看 Uncle Joe， 战术就学 Coach Lu。大家好，我是非官方鲈鱼双胞胎兄弟 Fish Lu，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我的宗旨就是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长球。上世纪80年代的联盟是魔术师和大鸟博德黑白对峙的时代，90时代则是乔丹率领的公牛王朝一枝独秀。但在两代王朝中，夹杂着2届冠军底特律活塞，他们的暴力球风让联盟其他球队恨得牙痒。他们不想成为人们喜欢的家伙，而是以打垮人们最喜欢的家伙为乐。他们不仅在身体上折磨你，还要在精神上摧残你。没有他们，可能乔丹会提早登基称王。可是如果没有他们，乔丹可能也磨练不出后来如此强韧的品质。如果没有坏孩子军团的存在，乔丹也无法变得如此伟大。坏孩子军团让乔丹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球场杀手。那么这部影片，鲈鱼就为大家分析面对活塞坏小子军团的乔丹法则，乔丹是如何克服乔丹法则一举拿到总冠军的。其实乔丹刚刚进入联盟的时候，公牛和活塞这2支球队的成绩还是天上地下，一支球队还在底层摸爬滚打，另一支球队已经在通向总冠军的道路上求索。所以你就会知道，当年活塞绝不会把公牛放在眼里，两队的关系更不能用宿敌2字来形容。最开始让活塞和公牛站在对立面的，始于乔丹与托马斯的私人恩怨。新秀赛季，乔丹就毫无悬念地进入了当年的全明星，而托马斯作为1981年的榜眼秀，也是在新秀赛季就成功入选全明星，是当时联盟中最吸睛的球员之一。可是这一切在乔丹进入联盟之后发生了改变，这位天之骄子成为了资本和流量更加青睐的那个人。而在乔丹的第一次全明星赛上，刚刚与耐克签约的乔丹在参加全明星赛时，没有遵守规则穿公牛队的衣服出场，反而是带着一条大金链子，穿着一身耐克定制球衣出场。这样出风头的行为让早已看乔丹不顺眼的托马斯很不爽，于是托马斯联合众星想要给乔丹点颜色看看。而在全明星正赛上，乔丹感受到了所谓的颜色，队友不给他传球，即使乔丹拿到球，西部明星队的人也会立即包夹他。作为全明星首发的乔丹，整场比赛上场22分钟，仅仅得到9次投篮机会，拿到7分6个篮板，潦草地结束了他的第一次全明星之旅。而这件事后来也被球迷称为冰冻乔丹事件。回到芝加哥之后，乔丹和经纪人一起回看录像，这时琢磨明白的乔丹勃然大怒，2大球星之间的梁子就此立下。随后几个赛季，活塞仍然是联盟中最有统治力的球队之一，而公牛则逐渐成为了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不过尽管乔丹的能力毋庸置疑，但是在公开场合，托马斯依然对其嗤之以鼻。1987年3月4日，公牛客场挑战活塞，当时公牛通过加时125比120击败底特律，乔丹39投22中，轰下61分。可即便如此，托马斯也不愿意在采访中提起乔丹的名字，并且表示这场失利只不过是暂时的。而乔丹则私下告诉好友，哪怕是自己一个人也能把活塞杀得片甲不留。而在1988年4月3日这一天，公牛做客底特律，乔丹拿下赛季最高的59分，将活塞斩于马下。而乔丹的超神发挥也让活塞教练组开始思考对策。活塞主教练查克奈利说，我们决定了，不能再让迈克尔乔丹独自周而复始地打败我们，我们要搞定他。于是 NBA 历史上最传奇的针对个人的防守体系出炉，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熟知的乔丹法则。ESPN 对戴利的乔丹法则总结如下：当乔丹在侧翼持球的时候，将他逼入肘区，不要让他持球沿底线突破；当乔丹在上线持球时，给他施压，逼迫他用左手持球向左侧移动；当乔丹在低位背身持球的时候，从上线进行包夹。如果乔丹突破到了禁区之内，直接将其放倒在地。从本质上来说，乔丹法则就是联防战术。简单来说，如果乔丹一旦持球，无论在什么位置，防守球员都要进行包夹，进而迫使乔丹出球或勉强投篮，
让他无限陷入单打模式。而包夹的过程中，各种身体对抗和小动作肯定是不可避免的。正是这种在现在看来十分简单的防守战术，在当时却是防守乔丹的利器。戴利之所以制定这样的法则，是源于对乔丹的研究。他曾隐晦地表示，活塞的防守策略能够奏效，是乔丹并不信任他的队友，他习惯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依靠其他人。1989年季后赛面对公牛，活塞教练组并没有在系列赛之初就完全贯彻乔丹法则，他们对皮蓬和格兰特很是忌惮。G3一战，乔丹26投16中，用独得46分的表现帮助球队获得大比分2-1的领先。这时候，托马斯要求主帅戴利执行乔丹法则。输球之后，活塞表示不会再让乔丹打得如此轻松。G5一战，乔丹出战46分钟，面对底特律人的铜墙铁壁，他全场仅仅获得8次投篮机会，入账18分。就连过去3场比赛都没有出战的塞勒斯，获得的出手机会都要比乔丹更多。接下来的一场比赛，虽然乔丹再度出手26次，但是效率却并不算高，砍下32分的他没有办法率领球队力挽狂澜。公牛在取得大比分2-1领先之后，连败3场，遗憾出局。在1989年东决被活塞逆转之后，公牛在新赛季卷土重来，可是又一次在同样的舞台之上倒在了同一个对手的脚下。连续2年，活塞都是踩着公牛进了总决赛，并且还都拿了总冠军。自那开始，乔丹痛定思痛，做出改变。一方面，他开始全面提高自己的技术动作，他决定增重增肌，打造一个能在底特律经得住千锤与百炼的钢铁之躯。除了强壮的身体，乔丹在心理方面也做到了刀枪不入的程度。在球场上，即便被对手一次又一次的侵犯，乔丹也从不向裁判抱怨，从不表现得怒气冲冲。1991年赛季，菲尔杰克逊找来了曾经的坏小子成员罗德曼，历史最佳二当家皮蓬也开始变得成熟，并且从这个赛季开始，乔丹接受了三角进攻。当赛季，公牛在例行赛获得了61胜21负的战绩，最终以东部第1的成绩杀入季后赛。而这一年，乔丹也收获了自己的第2座例行赛 MVP 奖杯。公牛一路过关斩将的轻松来到东决，而活塞尽管伤病不断，但也成功的杀出重围。当曾经无比熟悉的两支球队再次站在东决的舞台上，活塞早已没了往日嚣张的气焰。但此前连续2个赛季败在东决赛场的乔丹却完全不同，此时的他就像一头愤怒的公牛。乔丹让得分变得非常简单，聪明的走位，更扛打的肌肉群，不断的苦练让乔丹发生了质变。东决一开始，公牛就在乔丹的带领下连下3城，在此前 NBA 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球队0-3落后还能翻盘，这已经宣告着活塞的死亡。而在接受审判的第4场比赛开始前，乔丹在赛前的记者招待会上喊话：我会让整个联盟都为我们击败坏小子军团而高兴，活塞只能带给篮球坏的风气，人们希望把这种不干净的篮球风气赶出 NBA， 他们一直都不是真正的冠军。第4场，公牛毫无意外地战胜了活塞，乔丹也第一次在系列赛战胜了坏孩子军团。之后的故事就是我们熟悉的了，乔丹带领着他的芝加哥公牛在8年的时间里夺得了2个3连冠，而乔丹本人完成了他伟大的篮球生涯。回看乔丹整个生涯的季后赛之旅，无论是早期的黑白双煞，还是后来的犹他双煞，底特律活塞的坏孩子军团永远是乔丹最强大的对手。和活塞的斗争成就了乔丹的伟大，在那些血肉横飞的岁月里，乔丹变得和坏孩子军团一样残忍凶悍，手下不留情，变得强壮迅猛，不允许自己失败。当他最终终结了坏小子军团的时候，自己也成了坏小子，成为了联盟的主宰。这几年来，乔丹经历了无数的垃圾话、冲突、飞肘、提膝、推搡、抱摔，但就是这样血与火的淬炼，锻造出了更强大的强与激情。每当人们谈论起这位篮球之神，无不联想到他那无懈可击的技巧、永不熄灭的斗志，以及那标志性的飞跃扣篮姿态。然而，假使我们能够跨越时空，将这位传奇人物置于现今的 NBA 赛场，他是否还能如昔日般独步篮坛，统治整个联盟呢？
乔丹时代的篮球环境确实可以用巨人林立来形容。提及乔丹的篮球时代，人们常用远古篮球来形容。那时的球场空间相对局促，三分球并非主流的得分方式。反观当今篮球，追求的是球场空间的最大化，各队都致力于拉开空间，以创造更多进攻良机。在这样的背景下，很难想象乔丹在当年那狭小的空间内，面对巨人林立的场面是如何统治比赛的。若将他置于现今的赛场，其表现确实令人难以预测。乔丹曾是 NCAA 的最佳球员，并在1984年带领美国大学生队夺得奥运金牌。然而他早期的打法更侧重于外线持球突破得分，这在当时被称为独狼风格。但值得注意的是，那时的 NBA 并不限制对持球球员的防守，反而严禁对无球球员的包夹，并允许 hand check 手部接触防守。这样的规则导致了肌肉型球员的盛行，篮下变得异常拥挤，因此乔丹早期的外线突破受到了很大限制，迫使他加强了中投和传球能力。同时，由于禁止包夹无球球员的规则，像奥尼尔这样的内线巨兽得以在篮下肆虐，他们即便动作笨重，对手也无法绕前防守，往往只能在鲨鱼拿到球后再进行包夹，但此时鲨鱼已经完成了扣篮。这一规则后来被废止，联防的引入和内线超巨时代的终结也随之而来。贾巴尔与大梦分别荣膺历史盖帽王的桂冠，而在历史盖帽榜的前10名中，球员们的巅峰时期大多与90年代紧密相关。第一名与第二名均在90年代达到巅峰，第三名跨越70至80年代，第四名则横跨80至90年代，第5名至第8名以及第11名，他们的巅峰时期都涉及90年代。第6名与第9、第10名则分别跨越90年代至00年代，以及80年代至90年代。这些球员无一例外都是中锋或者双塔阵容中的重要一员。90年代的 NBA 联盟被中锋球员牢牢掌控，而进入00年代则迎来了4大分位的辉煌时代。到了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后期，小球战术开始崭露头角，里阿伦和库里相继成为历史得分王，这无疑是篮球规则演变与战术革新的必然结果。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篮球之神，但乔丹如同一道闪电穿越了时代的界限。近年来，随着我不断回顾 NBA 的历史，深入研究不同年代的篮球技术和战术理论，我对乔丹的敬仰之情愈发深厚。拥有超级外线球员的球队总是试图通过快节奏的比赛，利用更多的进攻次数来取得胜利，而拥有超级内线球员的球队则更倾向于通过慢节奏、高命中率的比赛方式来掌控局势。然而，即便是那些嘲笑公牛时代篮球水平低下的人，也不得不承认，那个时代的比赛节奏往往缓慢而焦灼着。在这样的背景下，乔丹就像是一位能够应对各种复杂情况的广谱抗均速，他的存在打破了常规，超越了时代的局限。乔丹的降维打击不仅体现在他内外兼修的篮球艺术上，更体现在他对篮球的深刻理解与独特打法之上。在2001年之前的 NBA， 防守原则严格遵循人盯人战术，联防被严格禁止，一旦违反即被视为非法防守。初次违规将受到警告，再次违规则直接判罚技术犯规，对手获得一罚一掷的机会。那么，何为非法防守呢？根据规则描述，非法防守指的是防守球员必须紧密跟随其负责的进攻球员，不得离开超过3秒的时间。然而，对防守方有利的是，规则允许 hand check， 即防守球员可以通过手部接触来判断进攻球员的移动方向和位置，这无疑是暴力篮球的温床。在篮下，如果位置得当，3秒足以让球员在对手包夹前完成得分，但对于外线球员而言，3秒内完成突破并得分则显得时间紧迫。至于中远投，其命中率远低于篮下得分，因此优秀的内线球员能够在篮下单打对手得分，而优秀的外线球员则往往面临低效的中远投或被多人围堵的困境。然而，乔丹却是一位内外兼修的篮球天才，他在内线和外线都具备无解的能力，这导致了他经常面临如底特律活塞队的群殴式防守或尼克斯队的疯狂逼抢。但乔丹从未畏惧，他总能以一己之力打破对手的防线，如同一位厨艺高超的大厨，将比赛局势一锅端，然后以大火收汁，干净利落地结束比赛。
上世纪80年代的 NBA 比赛风格流畅，以湖人队的表演时代为代表，但这种流畅建立在相对低水平的防守之上。从80年代末开始，随着查克·戴利带领活塞队崛起为超级防守强队，联盟的进攻节奏逐渐放缓，平均得分显著下降。在那个时代，比赛的胜负往往取决于内线的1v1对决或组织者制造空位得分机会的能力。乔丹在1993年退役后 ，NBA 迎来了4大中锋时代，单打战术转变为顶级中锋之间的个人对决，比赛速度进一步放缓。火箭队夺冠的那2年，联盟平均得分已接近100分。乔丹复出后，联盟平均得分首次跌破100分，并持续长达11个赛季，其中91至92赛季因停摆后赛程密集导致球员疲劳，平均得分降至91.6分的低点，但其他赛季通常保持在93至97之间。在评估乔丹的效率值与贡献值时，需考虑场次对累计数据的影响。因此，我们不采用乔丹表现更为出色的季后赛数据进行比较。以常规赛为例，乔丹在效率值榜单上7次上榜，而在贡献值榜单上仅6次上榜，且其在贡献值榜的排名明显落后于效率值榜。实际上，与 NBA 历史上排名前列的巨星相比，乔丹的综合表现上并无明显优势，平均值甚至在总量上处于劣势。然而，这并不影响乔丹作为篮球传奇的地位，他的成就与影响力早已超越了数据的范畴。为何如此呢？原因在于当时的比赛规则允许 hand check， 这使得得分后卫的表现对球队胜负的影响相对较小，同时没有3秒违例的限制，且联防被禁止，这导致肌肉型内线球员能够在篮下肆意妄为。因此大家都清楚，要赢得比赛必须围绕中锋进行战术布置，通过传球给他创造得分机会。所以在那个时代，肌肉型内线球员备受追捧，即便是外线球员，控球后卫的价值也远高于得分后卫。例如，活塞队的控卫以赛亚·托马斯和湖人队的控卫魔术师艾尔文·约翰逊，他们的身价就超过了活塞队的得分后卫乔·杜马斯和湖人队的得分后卫拜伦·斯科特。尽管后2人也是当时的顶级得分后卫，为何同样是外线球员，控卫的价值却高于分卫呢？原因无他，控卫在为中锋传球、制造空位得分机会方面的作用更为显著，因此那些走灵巧路线的小个子得分后卫在当时很难有出头之日。如果勇士队等多人包夹乔丹，他可以将球传给弱侧的皮蓬等其他队友，但即便如此，乔丹的得分能力和对比赛的影响力仍然是无可比拟的。乔丹的辉煌成就无疑是他个人天赋、不懈努力与卓越领导力的结晶，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这一辉煌是由他身边的队友以及那个特定的时代共同铸就的。乔丹在其职业生涯的正常赛季中，排除新秀、伤病、退役等特殊情况，无疑是对位球员中的佼佼者。他的优势是压倒性的，这种优势并非夸大其词。无论是法特利夫、德雷克斯勒、乔·杜马斯，尽管活塞队整体战胜了公牛队，但并非依靠单打独斗，而是团队协作。还是德拉赞、皮特洛维奇、拉特里尔、斯普雷维尔、米奇、里奇蒙德，便是哈达威、雷吉米勒，乔丹在对位时都展现出了非凡的实力。或许有人会将乔丹与东艾、西科、北卡、南麦、雷阿伦、哈登、韦德、克莱汤普森等球星相提并论，认为他们各自代表了不同时代的篮球王者。然而乔丹却是在一个并不完全适合自己的时代中，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天赋，强行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王者。他对比赛的掌控力和统治力，使得他无论面对谁都能游刃有余。乔丹不仅拥有出色的天赋，更具备改变自我的能力。面对活塞队的坏孩子军团的围追堵截，他放弃了灵巧的打法，转而苦练肌肉。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投篮手感，但在那个时代，从球员到教练，几乎没人重视三分球，而乔丹凭借稳定而准确的中投，已经足以在赛场上立足。如果他能够生活在现代时代至 NBA 巅峰，不断精进个人技艺，以及他究竟领悟了哪些篮球真谛。同时，我们也会探讨乔丹在职业生涯的各个阶段所遇到的队友、对手、教练以及 NBA 大环境如何影响了他的成长。希望通过本期视频，大家能对 Michael Jordan 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1982年夏天，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大一新生乔丹在 NCAA 决赛中绝杀乔治城大学，为校队夺得全美大学篮球冠军。
1984年夏天，乔丹率领美国大学生队夺得洛杉矶奥运会金牌，并以新星的身份踏入 NBA。自1984年加盟 NBA 后的前6个赛季，这位未来的篮球之神始终未能染指总冠军，且一直被80年代的2大巨星拉里伯德和魔术师约翰逊所压制。19岁那年绝杀乔治城的夏天，乔丹仍像高中时那样不被看好。一方面，他的左手进攻能力偏弱，跳投也不稳定；另一方面，北卡罗来纳大学在主教练迪恩·史密斯的战术体系下限制单打，因此乔丹的大一赛季场均得分仅为14分。而那个夏天，当全世界都在关注他的跳投和吐舌头的习惯时，乔丹却无暇回顾过去，他悄悄地练出了一个新的招牌动作——试探步加突破。1984至1985赛季2年级的乔丹身高长到了198公分，速度和力量也在不断提升。他比大一时长了5公斤肌肉，肩部骨骼明显更宽，40码冲刺速度从 4.6 秒提升到了 4.3 秒。在进入 NBA 之前，乔丹已经将自己的身体素质和突破技术提升到了联盟顶级水平。因此，在 NBA 的第一个赛季，乔丹便能场均轰下 28.2 分，高居全联盟第3。生涯早期的乔丹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第一步和突破速度，他常常先伸出一步作为试探，或是一个极快的突破假动作，然后迅速向另一侧闪电般的启动，等对手反应过来时，他已经飞在空中准备上篮了。这是他大学时苦练40码内 4.3 秒冲刺的结果。与乔丹生涯早期对位的后卫们常常感叹道：“我根本无法判断 Michael 的第一步是否发力，因为他太快了，我根本看不清。”除了闪电般的速度和第一步，乔丹还拥有超强的弹跳力，用对手的话来说就是 Michael 会飞。公牛的队友希金斯总结道：“我见过单脚起跳出色的球员和双脚起跳出色的球员，但 Jordan 无论是单脚还是双脚起跳都能突破天际。”乔丹的每次飞翔都在激励着芝加哥公牛队这支自1966年成立以来一直毫无起色的球队。在迪恩·史密斯的战术体系下，乔丹是一个团队的一员，而到了 NBA， 他可以自由自在的飞翔。不过，乔丹的对手们在职业生涯早期并不知道，不完整的球探报告让他们吃了大亏。乔丹回忆自己的生涯早期时说：“有些球探会说我只会突破，而且不会用左手突破，但他们根本不知道我的第一步突破、我的跳投和其他招式。”脱离迪恩·史密斯团队体系的束缚后，乔丹开始尽情展现他的个人天赋。那时的公牛并不具备争冠实力，乔丹也没有立刻夺冠的压力，他每晚都享受着无拘无束的打球时光。特洛登后来曾说，那是他职业生涯中最放松的一段时间。1984至1985赛季2年级的乔丹因脚骨重伤，常规赛仅出席了18场，但在季后赛面对联盟防守第一、常规赛67胜的凯尔特人队时，乔丹在第一场就砍下49分。赛后，凯尔特人队的首发后卫丹尼斯·约翰逊盯着数据统计看了许久，惊叹不已。紧接着的第二场，乔丹轰下了创纪录的季后赛63分。伟大的拉里伯德在赛后感叹道：“今晚是上帝穿着23号球衣在打球。”也就是从那时起，乔丹的个人单打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那个系列赛中，乔丹场均出手 31.74， 轰下 43.7 分、6.5 个篮板和 5.7 次助攻。在比赛的大多数时间里，芝加哥公牛的进攻就是迈克尔·乔丹一个人在不停的单打。1986至1987赛季，公牛队迎来了35岁的新任主帅道格·柯林斯，他是 NBA 的选秀状元和全明星球员，深知超级巨星的价值，因此对乔丹场上的一切决断和个人担当深信不疑。那个赛季，乔丹的个人单打能力再次升级，他常规赛全勤，并场均砍下 37.1 分，成为和张伯伦一样仅有的2位单赛季砍下3000分的球员。乔丹开始认真打磨自己的中距离跳投和背身单打，对手都忌惮他的速度，试图用小个子球员跟上他的脚步。乔丹也加强了中远距离跳投，开启了辉煌的10届得分王之旅。尽管乔丹拥有超强的得分能力，公牛队仍无法走得更远。在那个赛季，公牛队除了乔丹、查尔斯·奥克利和约翰·帕克森外，再无一人场均得分上双。但在1987年的选秀大会上，公牛队从超音速交易来了斯考特·皮蓬，并选中了霍勒斯·格兰特。这2个新人的到来为球队注入了新的活力。公牛队虽然面临困境，但新的转机已经出现。
1987至1988赛季，乔丹的职业生涯迎来了首个巅峰，他荣获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和年度最佳防守球员2项大奖。在季后赛首轮，乔丹以记惊骇世俗的 The Shout 绝杀克利夫兰骑士队，场均砍下45.2分，成为了一台无与伦比的得分机器。正当世人期待着乔丹时代的到来，底特律活塞队的坏孩子军团却横空出世，成为乔丹前进路上的巨大阻碍。活塞队集结了一群打手和恶棍，他们擅长用各种小动作和凶狠的犯规来骚扰对手。在那个没有恶意犯规判罚的年代，球员之间的身体对抗异常激烈，而活塞队则是这一风格的代言人和最大受益者。在1988年东部半决赛中，乔丹场均得到 27.4 分，但公牛队仍以1-4不敌活塞队，那是乔丹季后赛生涯中场均得分最低的一次。面对活塞队的乔丹法则，乔丹暴露出了心态上的不足。他后来承认，在心理和生理上都没有准备好面对如此凶残的对手，因此乔丹开始选择增重，并在健身房中刻苦训练，渴望冠军的心态在他心中被无限放大。同时，他也逐渐意识到，仅凭自己一人之力无法战胜活塞队，开始更多的信任队友。新赛季，皮蓬和格兰特被教练团扶正，成为了乔丹最得力的帮手。尽管公牛队在1990年以东部第2的身份卷土重来，却在季后赛中连续2年、连续3年输给了活塞队。乔丹心中充满了恨意和怒火，他渴望胜利，渴望翻过活塞这座大山。乔丹的职业生涯经历了起伏和挫折，但他从未放弃追求总冠军的梦想。在与活塞队的对抗中，他逐渐成长为一个更加坚韧、更加成熟的领袖。他的故事告诉我们，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只有不断努力和坚持，才能最终获得成功。连续3年败给底特律活塞后，公牛队迎来了新任主教练菲尔·杰克逊。他敏锐地指出，尽管乔丹表现出色，但队友们并未真正融入球队。于是，禅师在1990年提出了以3角进攻战术为核心的进攻体系，旨在提升其他球员的参与度，特别是思考的皮蓬。与前任主教练柯林斯不同，禅师强调球队整体的重要性，即便伟大如乔丹，也不能凌驾于球队之上。在柯林斯的战术体系下，乔丹是绝对的进攻核心，所有进攻都由他来处理。而在禅师的3角进攻体系中，皮蓬成为了球队的组织者和大脑之一，成为了 NBA 历史上最成功的组织前锋之一。乔丹最初对3角进攻相当抵触，但连续3年败给活塞，让他不得不接受现实。在3角进攻体系下，乔丹依旧能够场均得到30分左右，同时皮蓬和格兰特的作用也得到了充分发挥。这3年与活塞的苦战，让乔丹磨练出了异于常人的顽强意志和坚定信念，敢于直面失败，并从失败中站起来，继续向总冠军发起冲击。90至91赛季，乔丹真正进入了巅峰状态，不仅在身体上，更在心理和精神状态上。在东部决赛再次面对坏孩子军团时，乔丹凭借恐怖的意志力将对手彻底击败，并留下了极具王者之风的话语。正是凭借这样的意志力和不屈精神，在个人身体条件处于巅峰期的乔丹带领下，芝加哥公牛队赢得了第一个3连冠。乔丹用了7年时间，从一个单打狂魔变成了团队主义者。在他的第一个3连冠时期，虽然偶尔仍会跳出3角进攻体系，但乔丹开始越来越信任队友，尤其是在关键时刻，他学会了与队友们携手共进，共同为总冠军而战。1951年总决赛 G5 的最后4分钟，乔丹凭借出色的突破和精准的传球，引领公牛队成功淘汰了80年代的霸主洛杉矶湖人队。其中帕克森在乔丹的助攻下稳稳命中5个中远距离投篮。而在1993年总决赛 G6 的绝杀时刻，乔丹再次展现出他的领袖风范，通过全队的传球配合，帮助帕克森投进了 NBA 历史上最著名的替补绝杀球，共同成就了公牛队的3连冠伟业。乔丹对帕克森的赞赏溢于言表，他深知这位忠诚的队友在关键时刻的投篮总是直击人心。在赢得3连冠的过程中，乔丹不仅展现出了超凡绝伦的个人天赋，更以坚强的意志品质和默契的团队配合征服了所有对手。在1993年赢得生涯第3座总冠军后，乔丹却选择在巅峰时期隐退。
1995年，乔丹归来之时，公牛队已经人心涣散，战绩不佳。面对这样的困境，乔丹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让球队重回正轨，用他的愤怒和严格要求鞭策队友。在训练营里，他毫不留情地责骂未能达到要求的队友，要求所有人都要像他一样努力防守和训练。这种极端的方式让公牛队如离弦之箭般全力冲向95至96赛季，创下了历史级的72胜10负战绩，续写了公牛王朝后3连冠的伟大传奇。后3连冠时期的乔丹已不如年轻时那般飞翔自如，他的打法更多偏向背身单打和中距离跳投，时常在比赛中感到疲惫和汗流浃背，但即便如此，他依旧是攻防两端的核心存在，拿捏着个人进攻和团队进攻之间的平衡。1998年东部决赛，乔丹遭遇了职业生涯中唯一一次被逼到抢七的绝境，他却在大巴上异常平静地告诉所有人：别担心，我们会赢的。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他更是面带微笑地表示：我不在乎之前的比赛怎么样，第7场他们要来芝加哥打，我们肯定赢。这种王者的自信和冷静让人惊叹不已。乔丹用他的行动证明了，真正的王者不仅要有超凡的实力和坚韧的意志，更要有面对困境时的冷静和自信。乔丹与公牛队携手共创3连冠辉煌。赛后他对帕克森大加赞赏，称其在关键时刻的投篮总能直击人心，出手极尽。1993年，乔丹不仅学会了信任队友，更懂得欣赏身边的勇士，完成首个3连冠壮举，超越魔术师约翰逊与拉里伯德，成为了时代之王。他证明3连冠不仅需要超凡个人能力，更需要坚强意志与团队默契。巅峰时期隐退后，乔丹于1995年重返赛场，此时公牛队人心不稳，战绩平平。面对新阵容，乔丹以极端方式重振球队，以严厉责骂激发队友潜能，连罗德曼都感受到他的狂暴。公牛队在他的带领下如离弦之箭般冲刺，创下了72胜10负的历史佳绩，续写后3连冠传奇。岁月不饶人，乔丹的飞翔能力逐渐减弱，但他仍能以背身单打和中距离跳投掌控比赛。97至98赛季，35岁的乔丹仍是攻防核心，个人与团队的进攻间游刃有余，但3连冠梦想尚未实现。1998年东部决赛，乔丹遭遇职业生涯首次抢七绝境，阐释菲尔杰克逊也显得焦虑，乔丹却异常平静，在大巴上淡然表示：别担心，我们会赢。赛后发布会上，他面带微笑，自信满满。第7场在芝加哥，我们必胜。这份王者自信令人敬畏。乔丹的职业生涯不仅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展现，更是乔丹的经纪人大卫·法尔克曾在一档节目中发表言论，他设想如果乔丹能在现今的比赛中登场，这位传奇球星或许能场均砍下60分，并维持 75% 的惊人投篮命中率。这一观点迅速在网络上引发了热烈讨论，促使人们深思，若巅峰时期的乔丹真的加入现代 NBA， 他究竟能场均贡献多少分呢？乔丹在得分领域独领风骚，被誉为 NBA 篮球之神的迈克尔·乔丹，其最为人称道的便是他那无与伦比的得分能力。在他的辉煌职业生涯中，乔丹的得分记录多得数不胜数。每当人们提及各类得分记录时，乔丹的名字总是赫然在列。因此，网友们也戏谑地称他为迈克尔无处不在乔丹。尽管乔丹的时代已经逐渐远去，诸多年轻的 NBA 球员和球迷鲜有机会亲眼目睹飞人在赛场上的风采，但那些尘封的历史记录依然能够反映出乔丹在得分领域的绝对统治力。乔丹在赛场上英勇无比，但他的得分表现也必然受到数据极限的限制。在探讨乔丹是否能场均狂砍60分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60分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在乔丹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仅仅4次突破60分大关，其中最高分是在1990年对阵骑士时砍下的69分。在60加场次的历史排名中，乔丹与哈登并列第3，而前2名则分别被张伯伦32次和科比6次占据。事实上，历史上仅有6人至少2次砍下60加，另外还有19名球员曾达到过60分的里程碑。因此，无论是放在古代篮球时代、NBA 近代史还是现代篮球，场均砍下60加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如果将场均得分的门槛降低至50分，情况又如何呢？
在历史上，张伯伦以118次50加的场次独占鳌头，乔丹31次，科比25次和哈登23次，是另外3位50加场次超过20次的球员。值得一提的是，唯一一位单赛季场均得分达到50加的球员是1961至62赛季的张伯伦，他那个赛季场均砍下50.4分。然而，考虑到当时 NBA 规则尚不完善且身体对抗强度较低，这一数据并不具备太强的参考价值。自1976至77赛季以来 ，NBA 历史单季最高场均得分由乔丹在1986至87赛季创造的37.1分保持。在这段时间里，仅有乔丹2次，哈登2018至19赛季以及科比2005至06赛季的场均得分突破了35分大关。在当今篮球比赛中，防守强度的减弱为球员提供了更多得分机会。那么，乔丹在这样的环境下，是否能通过增加出手次数和提高命中率来进一步提升得分呢？回顾公牛时代，乔丹场均出手23.3次，场均获得8.7次罚球，投篮命中率高达50.5%。作为一名后卫球员，他几乎达到了效率与产量的完美融合。然而，过度出手和频繁制造犯规往往会消耗大量体能，从而可能导致效率下滑，而效率的提升又常常需要以减少出手次数为代价。以哈登为例，他在蝉联得分王的3个赛季里，场均投篮命中率仅为44.5%，至于75%的投篮命中率，这几乎是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在 NBA 历史上，仅有20名球员单赛季投篮命中率超过75%，但这些球员大多是出场时间和上场机会有限的边缘球员。按照 NBA 的规定，只有至少出场70%以上常规赛的球员才有资格参与数据评选。而 NBA 历史命中率之王是尼克斯中锋米切尔·罗宾逊，他在巅峰赛季打出了74.2%的命中率，但仍未能突破75%的大关。为了合理推测乔丹在当今篮球环境下可能达到的得分水平，我们可以参考最近20年内各领域表现突出的球员数据，构建一个综合性的模型。在出手次数方面，2001至02赛季的艾弗森场均出手27.8次，为这一时期内的最高纪录。而在锋卫球员中，2018至19赛季的字母哥阿德托昆博则以57.8%的命中率创下了近20年的新高。至于罚球方面，2019至20赛季的哈登场均罚中10.2个罚球，成为这一领域的佼佼者。如果我们假设乔丹的三分球能力有所提升，场均能够命中2记远投，并将这些假设的数据综合起来，理论上乔丹场均得分可能接近44分。然而，这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推算，实际比赛中会存在各种不可预测的因素和消耗，如果体能下降、对手防守策略的调整等。因此，即便放在当今这个得分相对容易的年代，乔丹的场均得分也很难轻松突破40分大关。在公牛队的13个赛季里，乔丹惊人地夺得了10次得分王称号，并连续7年蝉联此殊荣。这一记录在 NBA 历史上堪称难以逾越的高峰。相比之下，数据之王张伯伦生涯共7次荣膺得分王，杜兰特、乔治、格文和艾弗森则各4次获此殊荣。哈登在近3年中连续3次夺得得分王，并位列历史第6位。被誉为最接近乔丹的科比也只拿到过2次得分王。而当今时代最具统治力的球员勒布朗·詹姆斯也仅在2007至08赛季夺得过1次得分王。实际上，若以赛季总得分来算，乔丹在联盟中独占鳌头的次数会增加至11次。在他的新秀赛季，乔丹便打满了全部82场比赛，并以2313分的总成绩高居榜首。尽管他的场均得分28.2分，略微落后，排在伯纳德、金和拉里伯德之后。乔丹有8个赛季的场均得分超过了30分大关，其职业生涯场均得分高达30.1分，这一成就同样无人能及。即便将他在奇才队的退役前巡演赛季也计算在内，而在公牛队效力的岁月里，乔丹的场均得分更是攀升至31.5。深入剖析数据，乔丹在职业生涯中共有562场比赛得分超过30分。更令人惊讶的是，他连续866场比赛得分上双的记录，直到2018年才被勒布朗·詹姆斯所打破。季后赛是检验巨星成色的试金石，乔丹在这个舞台上场均能够砍下33.4分，高居历史榜首。他甚至在季后赛中连续2场砍下50加的高分。乔丹在季后赛生涯中共有38次得分超过40分，考虑到他总共只打了179场季后赛，这样的数据对比更加凸显了他在进攻端的超凡脱俗。
在1993年的总决赛上，乔丹场均贡献了惊人的41分、8.5个篮板、6.3次助攻以及1.7次盖帽，同时保持着50.8%的投篮命中率和40%的三分命中率，从而成为 NBA 历史上唯一一位在总决赛中场均得分超过40分的球员。乔丹在进攻端的表现几乎无可挑剔，除了三分球之外，他的运动能力、投篮的稳定性、终结技巧以及篮球智商都以真化境。此外，乔丹强烈的好胜心和坚定的意志力也为他的得分能力带来了额外的加成。让我们回溯到1993年，查尔斯·巴克利率队取得了62胜20负的联盟最佳战绩，并从乔丹手中夺走了常规赛 MVP 的荣誉。然而，在总决赛中，公牛队与太阳队狭路相逢，乔丹以场均41分的表现，创造了 NBA 总决赛单系列得分的新纪录。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第4场比赛中，乔丹狂砍55分，这一成绩在 NBA 总决赛历史上并列第2。乔丹是一位永不言败的斗士，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击败所有的对手。这种罕见的胜利渴望让许多人坚信乔丹没有做不到的事情。这种思维定式也导致了各种乔丹无敌的言论在篮球界盛行。当代比赛环境与规则变化或助乔丹得分飙升。大卫·法尔克之所以坚信乔丹在当今联盟能砍下50至60分，一个关键因素在于现代篮球防守强度的减弱。他在一档节目中曾如此表述：将乔丹置于当今时代简直无法想象，面对近乎于无的防守压力，且防守球员无法贴身接触进攻者，巅峰期的他在这样的规则下几乎是不可战胜的。NBA 的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印记，而今日的联盟无疑是一个进攻至上的时代。为了提升比赛的观赏性和流畅度，自2004至2005赛季，联盟实施了 hand check 禁令，即在罚球区外，防守球员不得对进攻球员进行任何手部或前臂的接触。这一重大变革极大地激发了得分手们的进攻潜能，使得高分表现变得屡见不鲜，以至于当40加甚至50加的得分频繁出现时，观众已经有些习以为常，甚至产生了审美疲劳。相比之下，乔丹所活跃的90年代则是一个防守至上的时代，进攻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犯规行为频发且常常相当粗野，防守者可以合法的将手臂搭在进攻球员身上以干扰其移动，这无疑增加了球员的进攻难度。为了遏制乔丹的得分势头，活塞队的坏小子军团甚至发明了臭名昭著的乔丹法则，全场紧逼乔丹，让他在每一次得分尝试中都如履薄冰。然而，即便在这样的高强度防守下，乔丹依然能够场均砍下30加的分数，其得分的含金量不言而喻。自1960年以来，共有76人次在赛季中场均得分超过30分，其中60年代有24人次，70年代有15人次，80年代有14人次，而到了90年代，这些数字骤降至4人次，且全部由乔丹一人独揽。00年代回升至12人次，10年代则再次减少到7人次。从这些数据对比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乔丹所在的90年代是得分手们难以立足的荒漠时代。然而，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乔丹依然能够4次场均得分超过30分，这无疑展现了他非凡的得分能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如果将乔丹置于当今这个进攻更加开放、规则更加宽松、身体对抗减少的年代，他的得分无疑会变得更加轻松自如。比赛节奏与得分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上世纪50年代早期， NBA 的比赛节奏极其缓慢，直到1954至55赛季，经过24秒规则的引入，才彻底改变了联盟的风格，使得场均回合数不断攀升，并在1960至61赛季达到了巅峰。进入60年代，凯尔特人队成为联盟霸主。比尔·拉塞尔提出的防守赢得总冠军理念深深影响了 NBA 的篮球哲学。此后，联盟的比赛节奏开始逐渐下滑，而90年代中后期更是达到了场均节奏的冰点。在乔丹公牛生涯的最后一个赛季， NBA 的场均回合数仅为89次，即使是联盟节奏最快的湖人队也只有 93.6次。相比之下，本赛季联盟节奏最慢的黄蜂队场均回合数也已经达到了 95.8次。更快的比赛节奏意味着更多的出手机会，这为球员们飙高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如果乔丹能够生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大量的攻守转换和场上空间无疑会让他如虎添翼，从而进一步提升他的得分产量和效率。从某种程度上说，法尔克对于乔丹的赞美可能过于理想化，将乔丹描绘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篮球之神。然而，科比在被大多数人称作乔丹的继任者之中是佼佼者。而在这背后，
麦迪作为乔丹接班人之一，乔丹与麦迪的对话也有些不为人知的意义。麦迪在97年进入 NBA， 在职业生涯的早期，他并没有兑现自己的天赋，更多的是在卡特身边当个副手。不过之后在离开暴龙加盟魔术之后，麦迪就将自己身上得分端的天赋展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2003赛季，他有多项数据都是职业生涯新高，说这是他的巅峰赛季一点都不为过。那个赛季他打了75场比赛，场均上场39分钟，场均砍下 32.1 分， 6.5 个篮板， 5.5 次助攻， 1.7 次抢断， 0.8 次盖帽，投篮命中率 45.7%， 三分球命中率 38.6%， 罚球命中率 79.3%， 场均得分职业生涯最高，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唯一一个场均30加的赛季，成功拿下得分王，入选最佳阵容一阵。那时的麦迪23岁，风华正茂，意气风发。与此同时， NBA 历史上最伟大的23号迈克尔·乔丹迎来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赛季。当时乔丹已经年将40，都说拳怕少壮。暮年乔丹遇到巅峰麦迪，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这部影片，鲈鱼就带大家回顾乔麦之间的新老对抗。当时因为两人巨大的年龄差异以及身体状态、竞技状态，很多人认为23岁的麦迪将会打爆40岁的乔丹，但事实却不是如此。在那一年，双方因为都同处于东部的缘故，整个赛季下来一共有4次交手，双方各取得2胜2负的战绩。第一场比赛，麦迪29投12中，砍下27分、7个篮板、9次助攻、1次抢断，投篮命中率 41.4%， 罚球命中率 100%， 带领魔术大胜巫师。而乔丹这边21投7中，仅仅拿到16分、6个篮板，投篮命中率 33.3%， 罚球命中率 100%。可以看到，麦迪尽管比乔丹拿到了更多的分，但各自的命中率都比较低。而相比较篮板助攻方面，麦迪确实比乔丹更出色一些。第二场比赛，麦迪18投11中，砍下32分、5个篮板、6次助攻、3次抢断，投篮命中率 61.1%， 罚球命中率 88.9%， 再次带领魔术大胜巫师。乔丹17投8中，砍下21分、8个篮板、9次助攻、3次抢断，投篮命中率 47.1%， 罚球命中率 100%。可以说，这场比赛乔丹的表现很出色，不过在巅峰麦迪面前显得很逊色。第三场比赛，麦迪22投11中，砍下31分、6个篮板、5次助攻、2次抢断，投篮命中率 50%， 罚球命中率却只有 58.3%。乔丹25投12中，砍下32分、6个篮板、8次助攻、2次抢断，投篮命中率 48%， 罚球命中率 100%。这场比赛，乔丹和麦迪的表现可以说是不相上下，但乔丹最终带领巫师15分大胜魔术。第四场比赛，麦迪26投16中，砍下43分、2个篮板、6次助攻、2次抢断，投篮命中率 61.5%， 罚球命中率 77.8%。乔丹18投10中，砍下23分、4个篮板、2次助攻、2次抢断，投篮命中率 55.6%， 罚球命中率 100%。这场比赛，麦迪的表现远胜乔丹，可惜他没能带领球队赢得比赛。魔术1分惜败乔丹的巫师。从这4场比赛整体来看，巅峰麦迪的得分能力确实要比暮年乔丹强，最低得分27分，最高得分43分。不过40岁的乔丹也没有沦落到任人宰割的地步，就他的得分和投篮命中率来说都比麦迪低，但相对巅峰时期的麦迪而言，在联盟绝大部分球员都退役的年纪打出这样的表现，40岁的乔丹发挥的已经很出色了。这4场比赛，原本以为巅峰麦迪会单方面碾压乔丹，但没想到是神仙打架。麦迪和乔丹都是打球特别飘逸的球员，他们打得有来有回，用尽自己的技艺想要击败对方，因为对手的强大激发出最好的自己，为观众带来一场又一场得分盛宴。
那么我就挑选两人发挥最接近的一场比赛来具体分析乔丹和麦迪的得分。在交手的4场比赛中，两人表现最接近的就是第3场，乔丹和麦迪分别砍下32分和31分。一开场，乔丹后仰中距离弹框而出，队友拿到前场篮板，乔丹灵机一动，悄悄地从底线溜到篮下，接队友传球上篮得手。随后麦迪也不逞多让，队友中投不中，麦迪及时跟进起跳补篮打进。乔丹无球端一个灵巧的跑位到牛角位，接弧顶队友传球，招牌的后仰中距离命中。这回合还是无球跑动接队友传球，随后合球跳步到罚球线位置，迎着防守后仰中投再次命中。乔丹持球慢慢悠悠过半场，随后来到右翼弧顶，借助队友掩护，运一步球后急停，迎着补防中投稳稳命中。这回合麦迪低位单打，随后加速向左侧运球突破，乔丹见状马上从内线过来协防，麦迪被迫停球。与此同时，乔丹精准的下手破坏麦迪持球，最终导致麦迪传球失误。这回合又是乔丹后场接队友传球后到前场，在离3分线1步远的距离干拔中投命中。第一节大部分时间麦迪都打得很别扭，在巫师的防守下很难得分，基本都是造犯规走上罚球线。乔丹则是不断的在中距离发威，带领着巫师打出优势。首节后半段麦迪的进攻状态才不断回暖，后场跟进后的接球干拔3分，无球溜底线后接队友传球扣篮。乔丹见形势不对，马上又接管了比赛，无球跑动接球，迎着麦迪的长臂干扰后仰中投命中。低位被打麦迪一直做到禁区，吸引防守后分球左翼的卢指导投篮命中。乔丹状态火热，首节比赛就砍下20分，带领巫师取得了16分的领先优势。次节带动队友不断取分，自己也是快攻持球突破打2+1，但乔丹依旧强势，溜底线接球急停后仰中距离，接队友甩锅球压哨中投命中，投篮假动作晃飞防守造犯规。之后麦迪和乔丹还是你来我往，不相上下。到了下半场，乔丹也有些体力不行了，也就没怎么得分，就成了麦迪一个人的表现。3分线外接球干拔命中，麦迪借助挡拆面对对方中锋，一个体前变向晃出身位急停中投。麦迪低位单打，一个转身过后，乔丹从斜侧里杀出包夹麦迪，麦迪高高举起球，从一个极小的缝隙中杀出。一个挡拆过后，麦迪错位面对泰伦卢，随后被打翻身后仰跳投命中。面对乔丹，乔丹身位强打一步，麦迪借机向乔丹身后跑动接球，随后顶着防守打进并造成犯规。这回合如法炮制，麦迪往乔丹身后跑位接球，滞空打板命中。虽然麦迪展现了自己超强的得分能力，但最后巫师还是在乔丹的运筹帷幄下稳稳地赢下比赛。暮年乔丹依然有自己的得分手段，麦迪也有着超强的得分能力。但从结果导向来看，麦迪不仅是受到伤病的困扰，他年轻时训练没有彻底兑现自己的天赋。不知道当他生涯但是在乔丹驰骋球场那10几年里，也的确出现过一些非常著名的乔丹终结者。虽然这些防守者并不足以让乔丹恐怖的统治力下降，但他们的防守的确让乔丹非常头疼。那么这部影片，鲈鱼就带大家回顾历史上防守乔丹最成功的那些球员，究竟是他们哪种防守技术让乔丹头疼不已？我们必须要明确一点，因为乔丹在其职业生涯中基本没怎么享受过1对1防守，乔丹所面临的防守都如乔丹法则那般，所以我们所提及的球员并不是完全防得住乔丹，只是相对其他人来说做得更优秀。首先，第一个就是西德尼·蒙克利夫。作为一个后卫，他包揽了 NBA 历史上头2尊年度最佳防守球员奖项，可以说他是 NBA 史上最伟大的防守型后卫之一。他不是布鲁斯·鲍文那样专门定点防守摇摆人的专家，蒙克利夫是卓越而全面的防守大师。他坚韧、移动迅速、聪慧，善于以小博大。1979年，他率领阿肯色大学闯入 NCAA 锦标赛，
1/4决赛遭遇伯德率领的印第安纳大学。伯德上半场予取予求，轰下25分。于是下半场，191公分的蒙克利夫去防206公分的伯德。虽然阿肯色最后败北，但伯德下半场只得6分。至于他的坚韧，他自己退役时的自述：“我别无长处，也就是比较有持续性。”以及乔丹的赞誉：“与他打球就注定是一整晚的全方位对决。他像一条猎犬，无论在进攻端还是在防守端，他都会竭力撕咬你。”乔丹在他的第2场 NBA 比赛就遇到了蒙克利夫，全场21分。2天之后，在芝加哥，他在蒙克利夫头顶取下37分。3周之后，乔丹再度在密尔沃基取下35分。乔丹22岁生日那天，公牛再度造访密尔沃基，乔丹被限制到了26分。乔丹生涯的第一个20加、第一个30加都是在蒙克利夫身上得到的。1985年，乔丹生涯第一次季后赛首轮遭遇公鹿被淘汰出局，也就是说，乔丹纵横天下的 NBA 生涯，第一场例行赛败北和第一次季后赛败北都来自蒙克利夫。理论上，他是最适合防守乔丹的人，但遗憾的是，他在巴西赛季，也就是乔丹3年级时遭遇伤病，自此职业生涯几乎中道崩殂。在那之后，防守乔丹的表现就不如从前了。1987年的2次相遇，乔丹分别37分和50分，之后便是乔丹习惯性的屠杀模式，因此他与乔丹真正出尽全力的搏击只有85赛季。但蒙克利夫确立了一种防守乔丹的模式，他矮一些，但总能跟上乔丹的步伐，他不失位，尽全力封锁乔丹的突破，逼迫他在两翼做跳投或是走底线，在进攻端也尽量干扰乔丹，消耗他的体能。他的身高的确压迫不了乔丹，但依靠持久和不失位这2点，他至少能让乔丹突破起来很艰难。这些招式后来被很多矮个子应用，也正是蒙克利夫引领了矮个子对付乔丹的模式，才逼迫乔丹做出了许多改变。阿尔文·罗伯逊1993年之前，乔丹拥有联盟最快的第一步，所以不惜一切代价控制他的突破是防守乔丹最好的方式。鉴于联盟甚至全世界都没有一个198以上的人能够比乔丹更快，所以小个子成为了防守乔丹的不二选择。而作为3届 NBA 抢断王的罗伯逊，有蛇一般的速度，极强的平衡能力，侵略性、防守意识也都顶级。事实上，在乔丹与他的交手中，的确付出了动辄单场6次失误的代价，但是罗伯逊并没有蒙克利夫那么沉稳的下盘，他只能威胁到乔丹的运球，却不能全面阻止他。整体而言，他只能给乔丹澎湃的攻击浪潮中偶尔造几个失误。当乔丹开始进攻时，罗伯逊只能目送乔丹在自己头上连番得分。丹尼斯·约翰逊，关于他和乔丹，我们总会第一时间想到1986年乔丹在他面前单场拿了63分，让拉里伯德说出了“上帝穿上了23号球衣”这句话，而他自己也留下了这句话：“你看到了，没人可以防住乔丹。”可实际上，那场比赛约翰逊对位乔丹并不多，全场比赛双方你来我往，杀到天昏地暗。在那个时代，本来就无人可以阻挡乔丹，约翰逊只是在无意间帮全队买了单。1987年季后赛，公牛队绿军乔丹再次遭遇约翰逊，公牛3战败北。乔丹场均35分，但命中率只有 42%。那轮系列赛，约翰逊精手的判断卡位，精确的移动，适时的干扰让乔丹很难受，始终全神贯注，被乔丹投中依然不气馁，寻求队友帮助。虽然那时还不是最完美的乔丹，但是约翰逊的确曾让乔丹头疼。约翰逊和蒙克利夫有一点类似，身高矮小的他们依靠经验、判断和敏捷的移动，尽量黏住乔丹的突破，所以乔丹突破他时得靠掩护。在乔丹早期，他和蒙克利夫算是对付乔丹最有心得的人物，但比蒙克利夫厉害的地方在于，约翰逊很懂得将乔丹诱往自己的防守包围圈里。乔杜马斯，他是乔丹所承认的遭遇到最难缠的防守者之一。但是嘲讽的是，举世闻名的乔丹法则之所以出台，原因就是因为杜斯马1对1防不住乔丹，于是乔丹法则出炉。之后公牛队活塞，乔丹场均28分，但公牛始终赢不了活塞。
实际上，限制乔丹是活塞全队的功劳。早在1986年，丹尼斯·约翰逊就明白了这个真理：你无法一个人对付乔丹，因此他早早想出了利用队友来控制乔丹。杜马斯平心而论，并非一个完美单防者，他的下盘稳定，但速度并不出众，因此当他单防乔丹时，会发生61分、59分之类的散剧。但是他是一个意识绝对完美的防守者，他的预判、横移与队友的沟通、细节调整都很精确。活塞依靠全队来限制乔丹，而杜斯马是这核心，他是背后这堆肌肉怪物的引导者，和乔丹玩一场斗智游戏。乔丹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他的仇恨和偏执，一旦惹怒了他，会被他抛下地狱蹂躏。但是杜马斯和乔丹却关系颇佳，他是个君子。每次杜马斯领兄弟们来屠宰乔丹前，两人会互相问好。乔丹也承认，他们从来没彼此递过一句狠话。让乔丹对他恨不起来，也是防守成功的秘诀之一。无论如何，杜马斯设立了一个标准，虽然依靠了全队体系的帮助，但他毕竟是历史上成功阻挡乔丹最长的人。加里·佩顿，如果仅从结果上来看，防守乔丹最好的应该是佩顿。乔丹2个3连冠时期的总决赛有5次场均30加的豪华数据，其中还有对阵太阳系列赛场均40加的表现。但只有在第2个3连冠时期的乔丹出现了唯一一次没有得分超过30加表现，也就是96年面对佩顿和坎普带领的超音速队。这一年总决赛，乔丹只交出了场均 27.3 的表现，命中率仅有 41.5%， 远低于他的生涯平均水准。1996年总决赛前3场，在赫西·霍金斯的主防下，其他球员车轮战下，乔丹场均31分。尤其是在西雅图的第一战，乔丹上半场27分，全场36分，超音速的防守阵容全线崩溃了。用霍金斯主防乔丹，是因为1996年的乔丹逐渐变得大巧不工，内线要位、接球、轻巧的后仰跳投杀人于无形之中。因此以往靠快速零售型后卫堵突破的方法不那么有效了，而霍金斯下盘沉稳，可以扛住乔丹。但是当霍金斯被乔丹接连晃过后，发现还是低估了乔丹的速度，于是总决赛后3场，佩顿去全力对付乔丹。虽然故事结果并没有被改变，公牛取下总冠军，但是后3战乔丹的命中率急剧下跌。佩顿扮演了完美的反派角色，碎嘴、挑衅、全力防守，以进攻突击公牛后场，使公牛疲倦，依靠速度制约乔丹的突破，精准及时的干扰乔丹投篮。因为在速度灵活性上占不到优势，乔丹需要靠背身单打来发挥他的身高和力量优势。但佩顿自己身为控卫中首屈一指的背身大师，他在防背身小技巧方面也精妙绝伦，这也让乔丹打得非常难受。如果说杜马斯类似铁门槛，加里佩顿就是半马索，前后左右无所不在，绕前、顶防、卡、让、假摔无所不至，辅之以超音速丛林的侧翼包夹和弱侧补位，终于逼迫乔丹打出了职业生涯最差的一次总决赛。乔丹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面对着这些顶级防守人的针对。与此同时，继惊世传奇的中距离跳投，帮助公牛完成第2次3连冠，自己也拿到了第6座总冠军，将神的最后一舞推向最高潮。而35岁的乔丹在那个传奇的赛季结束后宣布第2次退役，同时结束了自己14年传奇的公牛生涯。The Last Shot 这一经典永恒的画面本应该成为神最完美的终章表演，然而乔丹却将故事原本画上的句号抹去，开启了自己崭新的故事篇章。2001年38岁的乔丹在巫师宣布第2次复出，而这一次复出，乔丹不再是那个飞天遁地无所不能的神了，但乔丹在那个巫师2个赛季里依旧打出了场均20加的表现。那么这部影片鲈鱼就带大家回顾当年神跌落凡间，乔丹是如何打球的。如果你是90年代公牛王朝的死忠球迷，或者说是乔丹的死忠球迷，那么你一定会认为乔丹在华盛顿那2年是不作数的。
大家也都会默契的不提，假装不知道有这回事。也有很多人觉得乔丹第二次复出是个错误，认为本来98年最后一投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不应该破坏，认为乔丹二次复出是走下了神坛。可说真的，巫师乔丹某种程度上是给神的神迹再添上了一笔，也让我们更加明白神为什么是神。2001至2003，乔丹在巫师打了2年。先看数据吧。乔丹复出之后，2001年10月底开始打头一场，那时63年出生的乔丹已经38岁了。然后直到第2年2月份，他第一次受伤的前一场，这52场比赛他场均数据是这样的：场均上场36分钟，24.6分，6篮板，5.4助攻，1.5断，0.5盖帽，命中率41.1%。然后其中有4场上场时间不足30分钟，更有2场不满20分钟。如果去掉这4场，那么乔丹的场均则为25.4分，6.2板，5.6助，1.5断，0.5帽，命中率41.4%。如果看整个赛季的话，乔丹场均22.9分，5.7个篮板，5.2次助攻，1.4次抢断。赛季结束，乔丹排在得分榜第10位。赛季初那会儿不比现在，节奏慢，防守强度高。那个赛季除了巅峰艾弗森一骑绝尘，第2高的人在巅峰的奥尼尔也就不过27分出头。如果乔丹这个赛季后面的表现和伤前大致持平，最后保持25.4加6加5的场均表现，那么他大概刚好比科比高出一点点，在得分榜第6名，而且是联盟仅有的3个25加5加5的球员。另外2个是巅峰麦迪和正在上升中的科比。但我们要知道的是，乔丹是要快奔4的人了。值得一提的是，02赛季得分王艾弗森有9场40加，麦迪6场，奥尼尔7场，而乔丹也有5场。2001年12月29日，乔丹在对黄蜂的比赛中，一人更是轰下51分，成为 NBA 史上单场得分50加年龄最大的球员。当时他即将年满39岁。要知道，这赛季全明星赛上，乔丹可是扣篮都扣飞了一个的。一个离开职业赛场3年的大爷，复出时肋骨又受伤，但刚回到联盟仍然是最顶尖的外线球员之一。03赛季，教练本想减少乔丹的出场时间，可球队比去年还挣扎的表现让乔丹没有半点喘息之机。乔丹整个赛季82场全勤，一个年将40的老飞人场均出战37分钟。他站在场上的时间远比上一年要多，可巫师的战绩却越打越糟糕。在那年 NBA 全明星，卡特为篮球之神让出了东部全明星首发的位置，玛丽亚·卡利在众星环绕下为乔丹唱了一首 Hero。 高台上星光璀璨，舞台下群星站立。从不擅长表露感情的篮球之神乔丹说了这样一段话：我曾从伟大的朱利叶斯·欧文、魔术师约翰逊和拉里伯德手中接过篮球的圣火，现在我将这光芒传递给场边的这些青年才俊和联盟中的所有球员。终于，篮球之神走向了历史的舞台。赛季结束时，年满40岁的乔丹场均依然能拿到20分、6篮板、4助攻的表现，他依旧是这个联盟最好的外线球员之一。乔丹带给人的感觉就是无一日不退，尔等终究是臣。说完2个赛季的整体数据表现，我们再来看看乔丹的赛场表现。都知道1998年总决赛封王成胜之后，他有3年没打职业篮球，再加上伤病和体重影响，乔丹整体的运动能力无疑是下降严重的。就如前文所述，乔丹有过一次扣篮失手，这对曾经飞天遁地的他而言简直不可思议。但这不意味着他没法跳了，他还能跳，只是得需更久的力。他也还能跑，但并不能总跑那么快了，跑那么长时间了。就像我们年轻时打1天球都不感觉累，回家睡一觉还能继续。有点年纪后也可以打1天球，但第2天起来全身就疼得要命。这2年的乔丹用赛季前陪练的某球员的评价就是：球打得不错，但是已经没有在篮筐以上打球的能力。那么乔丹靠的啥场均拿20多分呢？毫无疑问是技术。对于我们来说，看乔丹第2次复出的比赛集锦简直是巨大的享受。无论从学习还是欣赏上，
你可以看到，乔丹简直把防守者当扯线木偶一样打，眼看着进攻动作交代的无比干净利落，自己做什么，对方会怎样反应，自己再怎么做，一切在他掌握。直到坠入他的陷阱，被他创造出有无效干扰跳投的出手机会。乔丹之所以被称作神，固然因为他一流的身体天赋，但技术、好胜心、对比赛的态度一样是无与伦比的。乔丹在巫师时期打球有个很明显的变化，他的重心不太下得去，跳得也不太高了。公牛时期，他哪怕年到35岁，一个低头加速，肩臂抢位就能突破。巫师时期，他的重心下不去，抢身位一步的步伐也变小了。就比如这里，你可以明显看到乔丹在突破时重心下不去，身体始终保持在一个高重心状态，加之没有绝对速度，乔丹没办法抢身位突破，最后只能运球找节奏急停中距离。巫师时期的乔丹就是重心高，变向多，突破少，更多靠假动作和晃动在中距离得分。乔丹在2002赛季只有 12% 的投篮是篮下完成， 11% 的投篮是来自3到10英尺， 33% 的投篮来自于10到16尺中距离， 40% 的投篮是来自于罚球线到3分线之间的长中投，篮下命中率 62%， 10到16英尺 42%， 16尺到3分线命中率 41%。 那一年科比这3项是 66%、45% 和 39%， 下一年就要拿到得分王的麦迪 62%、41%、36%。所以乔丹已经无法杀到篮下了，也没有空间拉开，也没有好队友传球，但他的中距离依旧精准。乔丹真的是一个多余动作没有，一个低效动作没有，每个动作的意图我们隔着屏幕都看得清清楚楚。好比一个棋界高手在教育小学生，每一招都攻其必救，就在救不过来那一招上痛下杀手，不多不少，用最少的时间、空间和体能完成杀招。尤其要说的是乔丹的跳投。如果说截至98年，乔丹的后仰跳投仍然是有空间最好，没空间也无所谓，等防守的掉下去再出手也不迟的吃身体天赋的话，那么在巫师时期乔丹的跳投就是如何利用技术弥补身体来得分的最好的诠释，没有之一。具体说来，就是出手极快，弧度恰好，动作极稳。而出手快又不是因为强行推高节奏，而是因为动作简练有效到了极致。因为流畅而快，虽然用时短，起球到出手交代得清清楚楚。最具有代表性体现乔丹巫师时期投篮厉害的是2003年全明星赛加时中面对马里昂的1对1制胜球，在左边罚球线镜头外接球，面对身高臂展、弹跳弹速力量俱佳的马里昂，面框向左，交叉步启动后背身，然后拉球后转身接右手运球向底线启动突破，把对方重心引到略低后，第二次运球后立即急停后仰跳投，接近最高点时几乎盯着对方弧脸防守，超高弧线把球投出，空心入框。考虑到两边悬殊的身体素质差异，考虑到马里昂本身的防守技术也相当不俗，这基本是利用技术弥补身体来提高得分能力的巅峰了。与此同时，他的背身步伐依然完美，虽然起跳高度与爆发力不行了，他就用更多的横移、更多的前置假动作来拉开空间。所以巫师时期的乔丹，简单一句话，就是神在用另一种方式展现神迹。神还是神，但是神终究逃不过岁月和伤病的困扰，他也得依靠技术和经验，而不再像以前那样粗暴地解决问题。但这样的乔丹也是乔丹，不再是神，不再能飞天遁地，更多依靠技术与意识在打球的，让我们普通人更能感同身受的迈克尔·乔丹。以上就是本部影片全部内容了。如果你喜欢鲈鱼的分析，请点点订阅，欢迎来评论区与鲈鱼一起涨球。